司空震，曹操 ，Fly 的司空震，光明的曹操。光明在这一场巅峰对决依旧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曹操。这个曹操为无锡 TCG 曾经在多次逆境情况之下扳回局势。圆坦打大司命，圆坦打大司命，小楼的圆坦，安良的大司命。那在辅助的位置应该也会有所不同了。中路的位置是沈梦溪，同英雄对决。那射手的话肯定是all in 了。all in 主要看游走的位置。中射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看看会不会都是鲁班大师呢？或者说是盾山，应该会有吧，毕竟曹操出来了，鲁班大师是由子渊选择，而数字拿到的是盾山。那 TCG 这一套的话，跟 K 甲，就是 WST 那一套一样。是的。而武汉E-Star Pro 的这一套阵容，他们是标准的我们常见的鲁班大师加上圆坦的流星锤组合。在对抗路的英雄选择上 ，Fly 是拿到了司空震，到底能不能用雷霆击碎黑暗，还是说光明属于无锡 TCG？ 这一把司空震的话选出来，在对线上面是克制曹操的，但是在打野位上嘛，这个大司命是好打圆坦的，也就是要看两边的上野了。来吧，进入到这场 BO7 的最后一局，蓝色方武汉E-Star Pro， 红色方无锡 TCG。我是9号瓶子，我是鱼鱼，比赛开始。不灭星辰，不灭星辰，不灭星辰。开局一上来抢中的速度很快 ，TCG 的大司命加上沈梦溪把线抢完，而 E-Star 这边的话则是选择了小野开。当然两边中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。清闲这边的沈梦溪是上路把曹操的这边帮助他控了个赤甲。是，清闲还是继续保持了这一整场 BO7 的主逻辑，就是在前期尽可能帮光明造优，对，给Fly压力。对。那同时上路的空间之灵啊，原本司空震这一条线应该是优的。对，这么一控，两个资源全没了。但下路E-Star这边是拿到了一个红损，也就是说他们亏了一个。这就是 E-Star 方向的问题。就 E-Star 觉得司空震这个点他稳压曹操，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点，就是沈梦溪会跑上去帮助他。你要么直接清完那波线之后往下靠去抢这个赤甲，对，对吧？就两边如果因为一个中路的位置，就是让对线不平衡。这边就是因为优势大，毕竟司空震打曹操对线好打，把线卡到自己的塔前。这曹操只要赶过来清线就被 A 状态。这波大司命也上来，知道对面吃甲的时间，往这边圆坦，中左碰撞了一下，这位置没有被逼出召唤师技能，但E-Star可以抢这一波中线。这个中线不给对面卡呀，卡位置开始。大司命来了，链子断了要被打一套，退回来。沈梦溪互炸了一下，但这一波E-Star是有预谋的，他这个进攻是给对面的中线卡掉了几个，导致大司命这个点少吃了点兵线。下路两边同样的英雄对拼。但是北密的all in在状态上是有一些优势的。这波明过去帮助 Fly 拿到了空间之灵，知道方向了。因为这一把，如果司空震优势，那边路很容易打油。前期3分钟的时间里都在做一些边路的资源的置换。就E-Star这把想明白，不要让清闲的沈梦溪上去搞他。哦，还好，我以为蓝 buff 被自己家队友拿走了，还是在安良的身上，那失误就有点大了。
先压一颗雷，但袁坦放技能的时候有个盾，闪现，清闲被逼出来了。那接下来这波紫渊看看有没有机会啊？下路马上4分钟龙团了，下路算是北密单压了亮宇啊。下路的这个位置，因为前面有一波 TCG 的人过来帮助了北密，去拿刚刚的那个劣质嘛。是，看一下4分钟。哎，上去开到了什么西？是的，拉回来一波起火，这就是刚刚的伏笔，在中路的位置现在被逼出了闪。袁坦进去，但是卡墙没有被背回去。弗莱的4攻阵过来，但是目的还是开这条龙。对，就你在中路闪现被逼了，在接下来的中右草龙坑的所属权争夺的过程当中，清玄就应该要小心了。这就是今天紫渊这名选手的优势之处。对，就很能开，很敢开。你但凡给到他一点机会，他就开上去了，他一点都不怂啊！是。从今天的苏烈到今天的张飞，到这一局比赛的鲁班大师，是。现在4攻阵已经做出了电刀。边路对线上，弗莱已经是有绝对的优势了。跳草探完了之后，吃杯背完了以后，接大招拉回2个人，那自己交技能直接跳完之后能撤走吗？能走掉。这一波 TCG 是抓到了明不在正面的时候。上去抽一波，还好有盾山抱起了。但上路伊塔是被弗莱的4攻阵给带掉了。原本是 TCG 在下路 L 草的一波伏击。但是伊斯大的人等到了紫渊过来，让他去探这个草丛，回套得交大了啊！往前闪现过来控2个，但在草里，沈梦溪过来给个2控一下，再来一个龙魂抽一波，一丝血交大招飞走，看一下要不要往前？对，大刀往前喷，也是一样的龙魂4攻阵过来了，张局2拳再一下被控了一下。想要走不了了，曹操跟过来，光明最后收掉了弗莱。这一波感觉第一时间弗莱有机会了，但是呢，飞上去，因为他没有解控技能了，直接被控到死。是的，都是残血的诱惑呀，诱惑可太大了，互相诱惑啊！关键是冲到对面的塔下去了啊。但原本是伊斯大上路通过一波单带。开了一波优势，但这一波打团呢又被打回去了。但局面是持平的。主要正面的话是阿兰的大司命这个点经济偏高一些。但老实讲 ，TCG 这个阵容你得让大司命要特别要肥起来，而且要进攻打起来，而且你还得至少领先个对面袁坦1-2千经济。两边熬影都是做的冰龙，看一下紫渊的鲁班大师在草丛里面把视野给开出来了。元坦砸有链子，那状态被压的有点多，还好链子没被背断，很危险。这个还好是控到了一个很极限的位置。但紫渊这边也要被追着打呀，交闪现了，但是看阿良过来给个2技能挂一下，要被拉，给拉回去，袁坦过来砸一下，但是位置还可以，大司命有大招，能撤走。这节点的大司命坦度还是太高了。TCG 似乎感受到了，我必须要这么打起来，要主动的去找伊斯大求战，而不是被伊斯大这么一直拖着，因为你越往后拖，你就越打不动这个袁坦，就只能考虑。盾槽能不能站出来了？但对面有个4攻阵，因为打到中后期的时候，这个4攻阵它的环境是特别好的。哎，被看到了，漏了。弗莱这波是有嗅觉的。哎，但是北密的敖影拿红了。亮宇的敖影第一时间没红，下路
这节点的司空阵优势太大了，1v1的情况下完全不虚。等到他不降做出来，曹操更难打他。这条小暴君最后还是被伊斯大拿到。主要伊斯大现在正面抱的比较紧，两边的重心不一样了呀。你这么打下去，我感觉伊斯大这个双面要发育起来了。而且Fly的司空阵有红啊。TCG 想压这一波，有链子可以拉回来。但下路的兵线进塔了，二塔要放。上路Fly继续断线。但 TCG 可以往上切了，往上切，但是小楼也提前落位了，可以护着司空阵退回来。现在就是卡在伊斯大要处理下路裂线的时候 ，TCG 他们把上路的裂线给处理掉，等于是两边平了。但是10分钟的暗影暴君是在下路的，现在就是 TCG 可以考虑护着曹操去把上路的线赶紧给处理掉。你看整个河道 ，TCG 是寸土不让啊，就不让伊斯大过来挤，但是还是让Fly上去找到波机会去优线了。这样光明会是一个后手清线，只要曹操1v1的情况下打不过司空阵，他不敢强行上去打，会掉状态。接着Fly抢完了上线之后，立刻传下，带着下路这波线又进塔了。暴君坑的视野全在伊斯大这。那 TCG all in把红拿完了之后，要来正面。到正面来。没背到，没背到，自己要被打一套。数字被打了半血。现在数字这个点他得小心一些，对面会不断的去耗他的状态，然后他的状态太低的情况下，他和曹操合体想要强行切进去。安良看到了这波红区的视野，选择了过来直接动龙，给伊斯大做个选择题，然后再过去看一眼一个2技能，把红 buff 给抢了，这划掉了。一个往生图过去，一个2从Fly的手里把红 buff 抢走了。这波没红的话。原本伊斯大的想法就是Fly下路这波线悠完了之后，然后去拦截 TCG 的人去管这波线权，然后紧接着让司空阵拿这个红去打龙团。看一下正面盾山先合体一下打一套，想压一下对面的状态，但是亮宇这边状态也挺好的。沈梦溪也来压了，中右草很关键，看一下两边谁要去抢。术士这边闪现背大师大招顶回来，1技能交闪现跳走。接下来要集火打这个圆塔就打不动了。紫渊这局比赛已经有2波这种画面了，刚刚下路 L 草一波，这波中右草一波，很危险啊！都是残血逃生，一旦要是直接被秒掉的话，后续亏的东西可就多了。TCG 可以在鲁班大师过来的过程中直接把这条龙给开掉。来看小楼15000的状态了，小楼位置已经给好了，闪现上去切后排，带人过去想去切沈梦溪，沈梦溪直接闪走了，然后再过来之后带着这条龙最终关键抢夺，小楼还没把龙给抢到了，但小楼自己也在龙坑里面倒地，北冥这波直接飞进去，再来一个龙魂水龙魂回了一大口，然后再打一下跟队友一起集火找司空阵的麻烦，而同样的亮宇也在疯狂输出，但是实在打不动了，已经没有任何伤害了。曹操这边还能往前扛可以尝试性压一下。龙是被伊斯大抢到了，但 TCG 在团上打赢了，等于这条龙没拿，因为 TCG 可以后续反手去开这一条主宰。伊斯大反倒是这样算的话，团还打输了。这就是在龙团的时候，你把重心全部放到了这条龙身上。你选择去抢龙，但 TCG 选择了来打你人。对，就像第一时间光明和数字盾曹的合体，第一时间是直接冲到了明的史梦溪。现在盾曹的画面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，包括这一把 Fly， 现在其实他的鞋子得换了，每一波看到他在打团的时候不断的被控制。他现在还是攻图鞋呢。对。TCG 主动的把上路的2塔先给推掉，
下路的线 ，TCG 可以放一条暗影之镜。现在已经到了 TCG 可以主动的去打推进的节奏。TCG 破掉了伊斯塔的中路一塔，然后关键是刚刚那波龙团打完了之后，他们是团战赢了之后还换了条龙嘛，是，所以他们就是纯游，就是纯赚。伊斯塔等于是那条龙白拿，抢了没用。像雨雨说的一样，这个盾槽合体之后给到你的后排压力还是太大了。沈梦溪等于说那波团战你后面很难输出啊。这盾槽哪怕是不切这个敖乙，切沈梦溪也很舒服。对。就冲上去的那一刻，沈梦溪必交闪现。看一下 TCG 得护着下路这条龙，龙被敖乙用龙魂弹出去了。然后圆坦再砸一下，点链子回来，盾山给大招护着龙兵想往里推进。但伊斯塔下一轮技能小技能也好了，最终还是把下路的高地塔给守住。但是局面推进节奏还是在 TCG 这。伊斯塔现在只能是在高地守着，看情况出去抓一波机会反打。马上又到了下一条龙，两边敖影的出装是完全相同的，经济也相同。沈梦溪的出装不一样，看到清闲这边是没有梦魇的，就是觉得对面的回复量没有那么多。他以伤害为主。主要他9000的经济，他比您高了整整1000块钱。哎，直接背加兵甲，数字好主动啊！这面对到一个圆坦都不放过，见面直接打，但是有人打不动啊。是，又要开龙，这波要往前顶，圆坦有链子，但是被打了一套。这波小走位是扭掉了紫苑的一技能跳脸，鲁文纳斯过来直接开拽一下，看龙坑，看最后这龙是谁的，依旧是小楼的，把龙墙带着看一下曹操盾槽直接到后排切，鲁文纳斯倒了之后，沈梦溪也被击杀掉，曹操再来2刀，司空盾也阵亡，又是这样的画面。敖乙大招落地 ，A 一下，亮宇尽力了，但最终还是被大字面给抬死。光明在找位置，3段一技能打断回城，中路有线，再来个大招砸一下，最终被光明拿下 ，TCG 完成团灭，中路有线，可以直接去一波了，真的要一波了。现在伊斯塔复活最快的名的沈梦溪要13秒钟的时间，而 TCG 则是有3个人存活，来不及了。让我们恭喜无锡 TCG 从2022年挑战者杯首次交手武汉伊斯塔 Pro 以来，历史的第5次交手，他们终于战胜了这支曾经4次都没有赢过的对手，挺进8强。同时也追平了无锡 TCG 这一支战队在挑战者杯的队史最好成绩。这场比赛完美的诠释出了挑战者的魅力。每一个挑战者在这片舞台上都能够散发出自己不同的光和热，而无锡 TCG 从2022年首次来挑杯以来，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挑战者的祝福。他们以全国大赛的身份参加过，以 K 甲的身份参加过，以 KBL 身份参加过，而在这一届，他们先斩卫冕冠军，再斩老对手武汉伊斯塔 Pro， 挺进8强。而在今天，在这次挑战者杯之前，他们甚至承受